催人遐想的缠绵。郭佐哪里都没有去，整天把自己闷在家里，走走躺躺，要不就是坐在堂屋里头看书。玉秀想，看起来郭佐像他的老子，也是一个闷葫芦。不过接下来的日子，玉秀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。郭佐不是那样，很会说笑的。这一天的下午，郭嘉兴和玉米都上班去了，郭佐一个人坐在父亲的藤椅里头，膝盖上放了一本书，四周都静悄悄的，只有郭佐手上的香烟冒出一缕一缕的烟，蓝花花的升腾扩散，小小的尾巴晃一下没了。玉秀午睡起来，来到堂屋里收拾，顺便给郭佐倒了一杯水。郭佐看来也是刚刚午睡的样子，腮帮上头全是草席的印子，半张脸像是用灯芯绒缝补起来的。玉秀想笑，郭佐刚刚抬头，玉秀却把笑容放到胳膊肘里去了。郭佐有些不解，说：“笑什么？”玉秀放下胳膊，脸上的笑容却早已无影无踪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还干咳了一声。郭佐合上书，接着说：“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叫什么？”玉秀眨巴几下眼睛，漆黑的瞳孔盯住郭佐，一抬下巴说：“猜。”郭佐注意到玉秀的双眼皮有韭菜的叶子那么宽，还双得特别的深，很媚气。郭佐的脸上流露出很难办的样子，说：“这个困难了。”玉秀提醒说：“大姐叫玉米，我肯定是玉什么了，我总不能叫大米吧？”郭佐笑起来，又做出思考的样子，说：“玉什么呢？”玉秀说：“秀，优秀的秀。”郭佐点了点头，记住了，又埋下头去看书。玉秀以为郭佐会和他说些什么的，郭佐却没有。玉秀想，什么好看的书，这样吸引人？玉秀走上来一步，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书的角落，弯下腰，侧着脑袋，嘴里说：“斯巴达克斯。”玉秀看了半天，个个字都认识，却越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玉秀说：“是英语吧？”郭佐笑笑，笑而不答。玉秀说：“肯定是英语了，要不然我怎么会看不懂？”郭佐还在笑，点点头说：“是英语。”郭佐已经发现这个女孩子不只是漂亮，还透出一种无知的聪明劲儿，一股来自单纯的狡黠，相当有意思，很好玩的。天井里还是阳光，火辣辣的。这一天的下午，太阳照得好好的，天却陡然变脸了，眨眼来了一阵风，随后就是一场雨。雨越下越大，转眼已成瓢泼。雨点在天井和厨房的瓦楞上乒乒乓乓的，跳得相当卖力。一会儿功夫，天井和瓦楞上都布满雨雾了，而堂屋的屋檐口也已经挂上了水帘。玉秀伸出手去抓檐口的水帘，郭佐也走上去，伸出了一只手。暴雨真是神经病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前前后后也就4-5分钟，说停又停了。檐口的水帘没有了，变成了水珠子，一颗一颗的，半天滴答一下，半天又滴答一下，有一种令人凝神的幽静，更有一种催人遐想的缠绵。雨虽然短，天气却一下子凉了，爽得很。玉秀的手还伸在那儿，人却走神了，走得相当的远，眼睛好像还看着自己的手，其实是视而不见了。乌黑的眼睫毛反而翘在那儿，过一刻就要眨巴一下，一挑一挑的，滴答一下，再滴答一下，有一种令人凝神的幽静，也有一种催人遐想的缠绵。
后来玉秀缓过神来了，一缓过神来就很不好意思地对着郭佐笑。玉秀的不好意思没有一点出处，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脸却红了，越红越厉害，目光还躲躲藏藏的，内心似乎刚刚经历了一次特别神秘的旅程。郭佐说：“我该喊你姨妈呢。”这一说倒是提醒玉秀了，自己和郭佐并不是没有关系的，是姨妈呢。自己才这么小，都已经是人家的姨妈了，只是一时弄不清姨妈到底是把两个人的关系拉近了，还是推远了。玉秀在心里默默地重复姨妈这句话，觉得很亲昵，在心头绕过来绕过去的，如履不绝的，不知不觉脸又红了。玉秀害怕郭佐看见自己脸红，又希望他能看见，心口突突突的，无端地生出了一阵幸福，又有那么一点怅然。话头一旦给说开了，接下来当然就容易了。玉秀和郭佐的聊天越来越投机了。玉秀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城市和电影这几个话题上。玉秀一句一句地问，郭佐一句一句地答。玉秀好奇得很，郭佐看出来了，玉秀虽说是一个乡下姑娘，心其实大得很，有点野，是那种不甘久居乡野的张狂。而瞳孔里都是憧憬，漆黑漆黑的，绒绒的，像夜鸟的翅膀和羽毛，只是没有脚，不知道栖息在哪儿。玉秀已经开始让郭佐教他说普通话了。郭佐说：“我也说不来。”玉秀瞥了郭佐一眼，说：“瞎说。”郭佐说：“是真的。”玉秀做出生气的样子，说：“瞎说。”玉秀拉下脸之后，目光却是相当的崇敬，呼棱呼棱地扫着郭佐。郭佐反倒有些手足无措了，想走。玉秀背着手堵在郭佐的对面，身子不停地扭麻花。郭佐认认真真地说：“我也不会。”玉秀不答应。郭佐笑笑说：“我真的不会。”玉秀还是不依不饶。事到如此，普通话其实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对话关系，这才是玉秀所喜欢的。郭佐光顾了傻笑。玉秀突然生气了，一转身说：“不喜欢你。”